大家好，我们是牛爸兔妈。今天呢，我们讲比尔盖茨自传 Source Code 源代码的最后一期，私校教育是怎么成就比尔盖茨的。你知道我为啥想讲这一期吗？为啥呢？因为咱们没有在美国读过 K 到12嘛，但我们的小孩要读，我们呢也想给小孩选学校，所以呢，我就很好奇美国这边的学校教育是什么样的。比尔盖茨在书里超级大篇幅的写了他从12岁到18岁在私校的生活。我感觉比尔盖茨在这6年里的经历，比我这30多年的人生加起来都要精彩的多，丰富的多。这个学校无论是教育理念、校长、老师、家长、学生都怎么那么好呢？我看的时候就感觉和做梦一样，梦里面才会有这样的学校吧。如果私校是这样的话，那真的很值得读啊。他上的是哪个私校？这个学校叫 Lakeside School， 在华盛顿州现在排名是第3的私校。他7年级以前是读公校的，7年级开始读 Lakeside，一直读到12年级毕业，去了哈佛。那应该是很好的学校了。对呀。为啥他7年级开始上私校呢？他书里说是他爸爸妈妈给他选的。他说他爸妈觉得他在公校吊儿郎当的，没有目标也没有动力，整天当活宝嘛。他们觉得说不定这间私校能给他提供一些挑战，让他更有动力。他姐姐是一直上公校的。他这个私校是啥样的呢？比尔盖茨在这个学校的经历太丰富了，咱们从他读书的时间线来讲吧。盖茨说呢，他开始的时候不喜欢这间学校，因为是间男校，连老师都全是男的，学生呢还得穿西装打领带，还得称老师为 master。 但是他入学考试考得不错，就被录取了。 Lakeside 是一间体育强校，橄榄球队和赛艇队都很厉害。他呢体育很差嘛，而且呢谁也不认识。第1年，也就是他7年级的时候，他完全是格格不入的。他觉得每个小孩都很自信，都有特别专注发展的领域，但是他没有，他不知道怎么融入。所以呢，他又启动了他的老人设，就是活宝贝，假装不在乎，假装自己不想融入。结果呢，他发现他不在意学校，学校也不在意他。他说以前公立学校的老师都能看到他冷漠面具下面的潜力，但是在 Lakeside 大家只看到他的冷漠，根本没有人在乎他面具下面有什么。所以第1年结束的时候呢，他父母和他都怀疑送他来这儿是不是选错了，白花钱。对。他书里写说这个学费对于他爸爸来说都有点费力，可能是谦虚呢吧。装穷的。对。8年级的时候，他交到好朋友了，是一个在数学课上遇到的小孩，叫肯特。肯特出生的时候呢，有兔唇，做了很多次手术。肯特的爸爸是牧师，到处传教，前1年才搬来西雅图。肯特和盖茨很像的是，体育都不好，都喜欢数学，非常聪明。他在学校呢，也不是那种受欢迎的小孩，但相比盖茨假装不在乎，肯特是真的不在乎。他完全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他，他有很多想法，把全部的时间精力都投入在追寻自己的热情上。那个时候呢，他们13岁，肯特呢就觉得自己注定要有一番伟大的事业，总在琢磨自己应该做什么事业，怎么能做成。比如呢，他会想，要不要以后读西点军校，然后做将军呢？那他就和盖茨开始读传记，研究巴顿怎么成为将军的。他们发现要成功就得先做战争英雄，但他俩都不想上战场，所以就不做将军了。那要不然做外交官呢？肯特呢就从政府部门那里要来了报告，发现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都赚得很少，必须得有政治资源才能拿到香饽饽的位置，所以呢也不行。他们是13岁啊，我大学的时候还在迷茫，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你呢？我好像是高1的时候我就知道想干什么，就想挣点钱，就是哪个工作挣钱我就想干哪个。那你去研究哪个工作挣钱了吗？研究了，我当时就想做金融嘛。 OK， 我们先不要再展开了，我们继续哈。
书里写肯特最热衷的是政治，在学校呢，他给自己竞选来一个 Lakeside 学生参议院的席位。在学校之外呢，他会为自己喜欢的总统候选人挨家挨户的宣传，他会蹲守在总统候选人住的饭店门口，就为了和他握手。Lakeside 的一个老师呢说，有一次在民主党聚会上居然碰到了肯特，听他滔滔不绝地讲权力运作的内幕，老师太惊叹了，老师觉得自己这辈子都不可能像肯特那么懂。肯特这种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的激情深深震撼了盖茨，盖茨呢也开始去想自己长期的目标。看起来肯特对盖茨的影响还挺深远的。对啊，但是优秀的孩子也不一定是私校独有的，公校应该也有吧？对，我们继续哈。改变盖茨命运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这就是8年级开始的时候，学校的数学系连上了一台电脑。那可是1968年，电脑是非常罕见又昂贵的东西。为啥 Lakeside 作为一间学校可以有呢？为什么呢？这就要从这个学校的教育理念讲起了。Lakeside 的校长对这个学校的描述就是 A school of very few rules， 没啥规矩的学校。校长呢曾经走遍美国考察私校，得出的结论是呢，学生在不受过多约束时表现最好。他希望看到一个没有强制教育的世界。他觉得孩子们应该找到属于自己的学习动力，一旦找到了，他们就会成功。有道理。具体来说呢，因为没有规矩，所以老师在课纲上就有极大的自由。如果学生对某一个主题感兴趣，老师就可以偏离原本的教学计划，顺着学生的兴趣来。他们招的老师呢，都是对自己领域真的有经验和热情的。有些呢可能在播音工作过，有的呢可能是天文物理学家，还有律师。比如他们的化学老师是耶鲁的有机化学博士，还有分离氨基酸和色氨酸的专利。他们的艺术老师呢，会在艺术课上雇裸体的模特。他们的数学系主任自己呢，曾经是2战飞行员，还曾经是波音的航空工程师，还曾经在巴黎学习法国文学，还有工程学和教育学的研究生学位。他还是一位狂热的登山者和探险家，曾经专门休假1年，跑去建造一座风车。你看这些老师，他们不把教学当成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而是真的对教育有热情、有追求的。对呀，我是没见过这种老师，我这辈子都没有遇到过这种老师。你呢？你的高中是咱们中国国内最有名、最开明、最好的高中之一了，你们老师有这样的吗？我们老师好像也没有这么样，但我们那个校长是这样，但确实是有教育追求的。OK， 然后把所有时间都奉献在上面，最后也没有结婚，就是花了那10几年时间都投入在这个学校的教育里面了，挺厉害的。OK， 那你有遇到这样的老师吗？老师好像没有，老师还是得做题的。咱们接着讲刚才我们讲了，因为老师有极大的自由，老师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设计课纲。这个在数学系的体现呢，就是数学系主任和几个别的老师在暑假上了一门计算机课，所以他们就觉得学生应该接触电脑，然后他们就开始推动 Lakeside 搞电脑。那个时候的电脑是庞然大物，学校呢得租一种电传打字机，通过它来用一根电话线连接远在加州的电脑。这个电传打字机的1年的租借费用呢，差不多1000块。这个钱学校愿意出，但是呢，连接到电脑之后，用电脑还得按小时计费，8刀每小时，放到现在都很贵了，更何况那是1968年呢。对，太贵了怎么办呢？系主任就去找家长，妈妈们就搞义卖，筹款筹到了3000刀，就这样数学系就连上电脑了。这还挺有意思。就是学校老师家长都一起合作才能办成这件事。都得特别给力，不是光合作。那也是。我小学的时候电脑已经很普及了，我们上的学校都有电脑，但是呢，只是每周1次的微机课的时候去用，进去的时候还得带鞋套。上课呢，也不是你想怎么用怎么用，老师让你干嘛就干嘛。你们呢？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呢 Lakeside 完全不一样，
他们允许学生完全自由的用电脑，电脑室的门都不锁，也不登记谁来用了。老师就在墙上贴了半张纸，写了怎么登录，出问题了按哪个键，还有一个简单的 basic 程序的例子来讲怎么把两个数加起来。只有学生抢电脑吵起来的时候，老师才会过来管一管。于是呢，8年级的盖茨和肯特就开始了泡在电脑室的生活。哇，盖茨太享受代码跑成功的成就感了，因为这是他擅长的领域。他的长处就是逻辑思考和能够长时间的专注嘛。写代码这件事儿能够证明自己，正是他所需要的。在电脑室里呢，肯特和盖茨是初中部的，是最年轻的。他们在那儿认识了10年级的保罗·艾伦和艾伦的好朋友瑞克。他们4个人最后变成了常住在电脑室的4人小组，他们几乎就是住在那儿，轮流用电脑试自己写的程序。他们的成绩当然就会变差了，家长们很担心，但盖茨说这是他在学校最快乐的时光。他应该文化课还行吗？也不行，文化课也不行，也不行，他不学。那还能上哈佛？他就是数学好。但你再听，这才8年级。接着讲哈，他们天天用电脑，最大的问题是很贵啊，那怎么办呢？这个问题也很神奇的解决了。盖茨每天早上上学都是家长轮流 carpool 里呢有一个妈妈在华盛顿大学的电脑实验室里做副主管。他在送盖茨上学的路上，听说他们在学校用电脑以后呢，就去找 Lakeside 了。为啥呢？这个家长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了一家叫做 DEC 的电脑公司的销售员。DEC 呢刚在2年前推出了一款计算机，它的优点是小，功能还强大。这款计算机最开始的适用对象就是科研机构和大学实验室。于是呢，这个家长就看到一个商机，他就和 DEC 这个电脑公司的销售员一起开了一家公司，咱们就叫这家公司 C 立方哈。C 立方的商业模式呢，就是先从 DEC 租计算机，每个月付租金，然后呢把这个计算机租给公司啊、学校啊，按小时付费，赚这个差价。这个家长找 Lakeside 干嘛呢？他跟学校说，他的 C 立方公司可以让一些学生去他们那儿免费用他们的计算机，只要这些学生可以帮他们测试这些计算机，找到里面的 bug。 为啥呢？因为 C 立方和他们租计算机的 DEC 公司达成了一项协议，只要 C 立方能够找到 DEC 计算机的 bug 并且汇报，他们就不用给 DEC 出租计算机的费用了。于是呢，他们4个小孩就开始了 C 立方之旅。他们从12月开始，日以继夜的待在 C 立方写代码、debug、写 bug 报告。开始呢，只是工作日的晚上和周末，发展到后来呢，盖茨会在晚上，他爸妈以为他睡着以后，偷偷从卧室窗户里爬出来去 C 立方，然后凌晨再偷偷跑回来。他和保罗还一起去翻人家 C 立方的垃圾桶，找人家扔到垃圾桶里面的代码偷偷学。他晚上天天跑出去，他爸妈也不管他吗？他说他觉得他爸妈是知道的，但他爸妈没有干涉。他姐姐肯定是知道的，但是他姐姐没有告状。在他写的这几年在 Lakeside 的篇幅里哈，他爸妈几乎没有出现过，只有1-2次需要他爸爸作为律师给他帮忙的时候出现了。所以说是不是小孩上初中以后，学校和朋友的影响更大，父母的影响变得很小呢？应该是，对。咱们继续哈。第2年春天的时候， DEC 开始跟 C 立方收租计算机的钱了，那 C 立方也决定不需要学生了。 Lakeside 呢也开始租 C 立方的计算机了。于是呢，他们这4人小队又回到了学校的电脑室，管电脑室的数学老师开始记录他们每个月谁用了多少时间，月底的时候他们就得出钱了。这时候呢，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插曲哈，他们玩 C 立方电脑的时候发现了一个 bug， 就是登录电脑的时候，如果你按 Ctrl+C 2次，你就能以管理员的身份登进去。盖茨说呢，保罗本来想通过管理员这个权限找几个密码，这样就能免费用电脑了。
结果被他们数学老师发现了。数学老师就联系了 C 立方，然后呢 DEC 就更新了登录软件。虽然学校没有啥规则，但是不能容忍学生不诚信呢。于是呢，数学老师就把他们叫到办公室，跟他们说这样是违法的，吓唬了他们一顿。盖茨呢确实有点被吓到了，担心自己会被停学，但其实也没有，只是他们被禁止使用 C 立方的电脑了。他们自己的 bug 了，怪小孩干啥？但是你要知道，他们在 C 立方工作的时候，工作的内容就是找 bug 呀。他自己找到了这个 bug， 他怎么不汇报给人家 C 立方呢？多鸡贼啊！盖茨在书里的叙事里完全隐去了这个责任，而且他还说是保罗要这样做。他已经要开始收钱了，所以他没有义务给他报 bug 了。他是因为他们在以前在 C 立方工作的时候发现了这个 bug，他就不跟人家说，自己悄咩咩记下来。我也记下来。你发现了游戏的有 bug， 不得卡 bug 吗？对，但是你看他很鸡贼，我觉得比尔盖茨这本书常常让我觉得他很鸡贼。他说是保罗要做，他没说他自己要做。对。我们继续哈。现在呢，盖茨还是8年级，除了用了8个月电脑以外呢，他还和7年级一样，在学校扮演活宝的角色。但是这个时候有2件事触动了他。第一件事是，每天午饭以后呢，学校初中部有1个小时的自习时间，大部分人都得坐在礼堂里头，有老师监督。但是如果你成绩好呢，你就有一个特权，可以在1楼有自己的房间，想干啥干啥。所有人都知道，不用去礼堂自习的孩子学习好。盖茨肯定是在礼堂里自习喽，本来他也不在乎，但是呢，肯特人家不用，这事儿就刺激到盖茨了。他要想学，应该随便学哈。对，应该是吧。是。还有一件事呢，是他们高中部有一支数学队参加一个4周联赛考试，连续几年都是冠军。那一年呢，初中部有几个数学成绩好的小孩，包括盖茨，也被邀请参加考试了。他考得特别好，比几乎所有人都高，然后他就一战成名了。没有人能想到那个活宝盖茨能这么厉害。高中部数学队一个很出名的数学天才还专门来初中部找他，恭喜他，跟他说你这么年轻就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真的非常罕见。这2件事让盖茨觉得他不想做小丑了，一方面是小丑在学校没地位，另一方面是他觉得他能学好，他有自信了。他终于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了，这就到9年级了，14岁。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所有的教材买2份，一份放家里，一份放学校。你知道是为啥吗？为啥？你不知道吗？你想得到吗？想不到。因为他不想让别人觉得他回家学习了。他想变成学霸，但是呢，他想让别人觉得他毫不费力。别人背着重重的书包回家，他每天就要做一个空手回家的显眼包。明白了。这样努力了1年以后呢，他在9年级拿到了从小到大的最好的成绩，就是一些 A 和一些 B。他也升级了，不用再在礼堂里自习了。他在这里说在这1年他意识到 Lakeside 的自由是给那些真正配得上的孩子的。如果你成绩好，或者你对某件事持续投入，有深度的热爱，学校就会为你创造空间，就会有对这个领域有热情的老师来帮你。只要他愿意给老师展现出他很好奇很感兴趣，老师就会来帮他。这个挺好的。对呀，比如他的物理老师就会给他推荐很多本书来读，他太喜欢了，他们俩课外都会聊天。老师呢会引导他把他的问题放到更大的视角上来看。再比如他的化学老师，盖茨呢看到广告上说强力胶可以把东西粘在一起，他就会去问那个化学老师为啥呢？老师特别喜欢这种好奇心驱动的问题，就会给他详细解释原理。这个化学老师呢超级酷，爱好极其广泛，包括演奏单簧管、指挥合唱团、研究四维几何，还是一个有执照的爆破专家。他还帮学生调制出来一款一碰就爆炸的液体，学生呢还把这种液体抹在各种地方，比如马桶圈上恶作剧。
你在学校有过这样的体验吗？你遇到过这样的老师吗？没有。没有，我更没有了。我小时候的学习一切都是为了考试，为了分数，问老师问题也是为了把分考高啊。我不觉得我们哪个老师会欢迎我因为好奇而去问问题。对的。你们学校都没有吗？没有。你们那么好的高中了？没有到他这么好的。咱们继续啊。到他们开始用电脑编程，已经过去1年半了。肯特呢非常有想法，想拿这些知识赚钱。他们俩就开始读《财富》杂志，还有《华尔街日报》。他们俩还去图书馆找各个公司的文件，看看这些公司的高管赚多少钱。他们发现呢，当地最大银行的行长也是盖茨父母的一个朋友，年薪有100万美元，股票期权有1500万美元。他们两个就惊呆了，于是肯特就开始搞公司，给公司起了一个名字叫 Lakeside Programming Group。 他们两家保罗还有瑞克都在这个公司里，我们以后就叫这个公司 LPG 哈。与此同时呢，学校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和附近一间女校合并了。这个合并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把2间学校的课表合并在一起。以前这件事儿都是手动的，学校这次呢决定用电脑自动化这件事儿。它由初中部的一个数学老师负责，老师呢就找到了肯特和盖茨帮忙，但他们俩觉得太难了，就拒绝了。老师呢为了给自己腾出来更多时间解决这个问题，就让肯特帮他代课教计算机入门。肯特的数学也厉害。对，计算机也厉害吧。肯特呢把 LPG 的成员都拉来帮忙，这是一门全新的课，没有课纲也没有教材，他们就现教现编，挺好的。这个时候呢 C 立方倒闭了， Lakeside 只能从另一间叫做 ISI 的公司租用电脑。这个公司呢和之前 C 立方的业务是一样的，但是收费呢比之前高得多。肯特想免费用电脑啊，他就以 LPG 的名义写信给 ISI 说愿意和 ISI 合作，人家还真给了他们一份工作。什么工作呢？ ISI 的一个客户呢是一家管风琴制造商，希望呢把薪资系统自动化。 ISI 呢就请他们编写这个程序，不给钱，但是可以免费用电脑。 ISI 给他们4个月时间来完成。Lakeside 的另一个数学老师，同时也是电脑室的负责人，就做这个项目的成年担保人，给他们和 ISI 的合同上签了字，还加了补充条款，说他会尽一切可能鼓励学生完成这个项目。当然啦，还有 Lakeside 不承担实际交付程序的义务。还上学吗？这都是课外活动。你看人家学校多好，竭尽所能给学生帮助。对呀。结果呢，这个活儿在 LPG 内部产生了一个矛盾，就是保罗和瑞克觉得这活儿他俩就能做完，他们就把肯特和盖茨踢出去了。过了一阵子呢，保罗和瑞克发现这活儿比他们想象的难，他们俩就先去把肯特请了回来。又过了一阵子呢，又把盖茨请了回来。这个时候已经2个月过去了，保罗和瑞克已经对这活儿没兴趣了，基本上变成肯特和盖茨在干活了。我插播一句哈，你们男性的友谊怎么能这么坚固呢？就这样了还能一直做朋友吗？你看他上面也没有提到保罗和瑞克，肯定他看不上人家。没提吗？他上面主要都是肯特，你刚说了半篇全是肯特。他没有看不上人家，他是因为保罗和瑞克是比大他们2个年级，是保罗和瑞克看不上他们俩，交集少。他们就在电脑室认识的，一直是又合作又冲突的状态，因为他们要抢电脑。可能是我没讲清楚，但是他们怎么能把他们俩踢出去，然后叫他们回来，他们就回来呢？我觉得他们俩只是想用电脑，叫他们回来，他不就可以用电脑了吗？不叫他回来，他就没法用电脑了呀。最后他们俩没活干更好，对吧？全让我用。你还真是这样子。赶紧走吧。还是真是这样的，我天，你说的太有道理了，我都没想到。他只是想用电脑，你叫他回去用，他就用呗。跟友谊没关系是吧？对，他有可能吵不过人家，人家年纪比他大嘛。对，继续哈赞。肯特呢厉害了，
他去找了华盛顿大学计算机实验室的负责人，向他解释了他们这个项目，问人家能不能用他们的实验室，人家竟然同意了。这个实验室呢有好几个电传打字机，所以他们就可以同时连 ISI 的电脑，几个小孩可以同时工作。那接下来的1个半月里呢，他们就开始日以继夜地泡在华大实验室里写这个薪资程序。盖茨还是每天晚上假装上床睡觉，然后从窗户溜出去编程。在截止日期的前1个晚上，在实验室发生了一件事儿。保罗呢找到一个能让他工作更快的键盘，但是呢需要一种昂贵的设备，叫做声学耦合器，才能把终端连接到电脑。他就从旁边教授的办公室里拿了一个，连个纸条都没留。结果被教授发现了。保罗呢不认为自己有错，还说我以前也这样做过啊。那教授就更生气了。实验室主任呢就把保罗骂了一顿。他们挨完骂之后呢，又赶紧继续通宵写了1晚上程序。早上7点呢，坐了4个小时的大巴去 ISI 展示他们的进展。他们的这个成果呢，出乎了 ISI 的意料，觉得还不错。ISI 的老板呢就说会给他们更多的工作。肯特呢说以后呢，他们希望按项目收费，或者呢按照产品的销售收版权。ISI 的老板呢也同意了。当然了，眼下的首要任务还是要完成这个薪资软件。等他们建完 ISI， 肯特和盖茨回到华大实验室，发现门口贴着一张告示，写着 Lakeside 的学生不能再进来了。然后呢，他俩就坐公交车回到 Lakeside， 希望回到电脑室，结果因为是周末没开。之后呢，他俩就借到了一台便携式电传打字机，他没写从哪儿借的哈。他们呢就把它装在盖茨的卧室，通过电话拨号连接到电脑。但这样做呢，就是每次家里有人拿起电话，连接就会断。最后呢，盖茨的爸爸出面了，让他们用他公司的办公室，问题就解决了。挺好的。让人家这个学校老师和家长个顶个的给力，对吧？接着讲哈，现在呢，因为保罗的原因，他们不能去华大实验室了，而且保罗和瑞克对薪资软件的事儿也不咋上心了，因为他们要毕业了嘛，肯定很多事儿要忙。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儿，让他们4个人的矛盾大爆发。事情的起因呢是 C 立方倒闭了嘛，肯特去查了他破产相关的资料，发现了有100多盘磁带会在法院公开拍卖。肯特就觉得呢，如果他们能低价买到这些磁带，就可以加价卖出去赚一笔。但是呢，拍卖那天他俩得考试，等他们考完了冲去法院，发现磁带已经卖掉了。他们问到了买家的名字，是个华大的物理系学生。盖茨每隔几周就打给人家，问他愿不愿意卖。几个月以后呢，他同意卖给盖茨了。肯特和盖茨呢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保罗和瑞克，因为那个时候他俩没几周就要毕业了，已经完全不关心薪资程序了，整天泡在电脑室里做自己的项目。电脑室呢只有2台电传打字机，他们总是因为电脑的使用时间吵来吵去。最严重的一次呢，瑞克把盖茨按在墙上，保罗从盖茨手里抢走一支钢笔，把墨水抹在他脸上。保罗正拽着盖茨在房间里拖来拖去的时候，管理机房的数学老师出现了，把他们拉开了。就这样还能做朋友？打了一架吧。你觉得没关系是吧？没关系，打完就没事了吧。行，男的还是挺有意思的。回到磁带这件事儿，买了磁带那天下了暴雨，他们怕回家路上磁带被淋坏，就把它们藏在了电传打字机的空心底座里。结果第2天呢，磁带不见了，他们就坚信就是保罗偷的嘛。肯特就暴怒说保罗是小偷，威胁要报警，要把他告上法庭，还写了一份3页长的控诉书，警告说如果磁带在明天早上之前没还回来的话，就要采取法律行动。
他们俩呢在控诉书上签了字，交给了数学老师。最终呢，保罗就把磁带还了回来，他们几个还是朋友。哦，还真是他偷了。我觉得绝了！你们男生的友谊是这样的吗？都这样了还能做朋友？还行吧。换你的话也是会做朋友是吗？解决了就没有事了。我读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看盖茨讲这个故事哈，保罗偷东西，肯特暴怒，他自己呢，他都不写。他得有个人做这些事来推动故事发展，他就写了别人呗，对吧？没有啊，他如果是他做的话，他就会写他自己啊。坏的事他从来不写坏的事他就不写在自己身上呗，可能他一起做的。对呀，多鸡贼啊！你觉不觉得？接下来啊，肯特和盖茨继续完成这个薪资软件。虽然呢，原本以为3个月就能完成的项目，最后花了9个月，但是他真的能跑成功。结果呢 ，ISI 反悔了，他不愿意兑现承诺的免费电脑基石。盖茨写自传的时候呢，回看当年的文件，他发现事情是这样的。最开始呢，ISI 觉得只不过是在帮几个学生的忙，给他们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但是呢，他们没想到这几个小孩真把这个软件写出来了。最开始呢，他们确实觉得应该支付一些报酬，但当他们发现写这个软件的过程已经用了累计价值超过$25,000的电脑基石的时候，就不愿意再给额外的电脑基石了。盖茨说呢，肯特暴怒。Again， 他没有写自己任何的情绪，他只是写道，每当肯特觉得自己被不公正对待的时候，就会大发雷霆。他呢，看到肯特又生气了，就觉得还挺有趣的。他就以后不跟他一起开公司了呗。啥意思？以后开微软就不找这人，整天说人家暴怒。为啥不能暴怒啊？我觉得遇到这种不公平的事，我也会暴怒啊。暴怒有什么错？没有错。他怎么可能会没有情绪呢？他为什么不写自己的情绪呢？我觉得很奇怪。他应该是表里不一的人，我觉得。比较藏得深，是不是？举个例子，他不是要买2本作业吗？他就是比较表里不一的人。有道理。或者说，他也生气，但他发现别人生气已经出了头了，他就不用出头了，心里就这样想也可以，对吧？鸡贼。他俩就去找了盖茨的爸爸，他爸爸看了他们的合同，当下就给 ISI 的老板打电话，聊了55分钟，对面就同意支付价值$5,000的基石。盖茨爸爸起草了合同，以家长和顾问的身份签了合同。他爸是什么职位？律师啊，大律师那种。对，就是律所合伙人呢，就是那个律所上面有他爸爸的名字。咱们继续哈。这是他们11年级刚开学的事儿，当时盖茨还不到16岁。这个薪资软件的成功让他们俩信心大增，开始寻找每一个可以用编程知识换钱的机会。你还记得他们建立的那个 LPG 公司还有买的那100多盘磁带吗？肯特呢，以 LPG 市场经理的身份给潜在客户寄信，成功把这些磁带卖给了一家科学博物馆，还有一家科技公司，赚了几百美元。肯特呢，还想把 ISI 给他们的$5,000的基石，以低于 ISI 的价格卖出去。盖茨说他犹豫了，他觉得呢，用 ISI 自己的电脑去和 ISI 竞争有一点不道德。那管理机房的数学老师听说了这个计划，马上出来阻止。他在肯特的成绩单上把这件事写下来，确保肯特的父母知道学校不同意这样做。肯特呢就放弃了这个计划。好像卖也没啥不行，我感觉。你就说吧，这坏事又是肯特想做的，后果也是肯特承担的。盖茨是犹豫的，他是没有后果的。你就说他鸡不鸡贼？对呀，就是他人设就这样。啥样？反正坏事都轮不到他头上，坏事都是别人做的，都是别人带坏他的。对。我们继续啊。除了给 ISI 写薪资软件， LPG 呢还有另一个项目一直在进行。这是瑞克当年在 Lakeside 上学的时候找到的。
是给一家研究西雅图地区街道交通流量的公司编程。书里写呢，道路两边会安装小盒子，每当汽车从一根橡胶管上压过去的时候，那个盒子就会在纸袋上打一个小孔。这个公司呢，就负责收集这些盒子里的纸袋，然后处理这些数据，帮助政府来决定红绿灯的时长啊，还有道路维修啊之类的事情。这些纸袋是需要人工进行统计整理的，是非常枯燥的。最开始呢是肯特和盖茨做，后来呢肯特呢就跟学校负责人宣传了这个项目，在 Lakeside 雇了几个低年级的学生来做。还记得一个数学老师负责的用电脑自动化选课的那个项目吗？那个老师叫 Bob， 结果呢老师做了一阵子没做出来，导致他们秋天开学的时候一团糟。有些学生发现自己被安排了根本不存在的课，或者呢去上课的教室发现那儿正在上别的课，又或者呢一天所有的课都被安排在一起。然后呢秋季的时候，一群老师就竭尽全力帮 Bob， 但还是没做出来。 Bob 呢曾经做过海军飞行员和波音工程师，他的数学很厉害，但是呢计算机经验没那么丰富。1月的时候还没搞出来， Bob 就因为办事不力，不得不接受学校董事会的质询。这个时候呢肯特和盖茨决定帮忙了。他们发现这个问题真的很难，需要协调的变量实在是太多了。几百个学生，每人一天要上9节课，一天呢有11节课时，很多门课程，还有很多限制条件。比如呢古乐课不能安排在排练合唱的教室下面，还有一些课程呢是1个课时，有些课程呢是2个课时，这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数学问题。optimization 的问题。对呀。盖茨说呢，他已经在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在过去的6个月里一直想这个问题。刚好那一年的1月呢，西雅图下了好多雪，学校放了好几天 snow day。盖茨呢就趁这个机会在家里反复思考这个问题。几天过后呢，他认为他已经用一种系统化的方式想清楚这个问题了，也想好了怎么样让计算机能理解。就在那个周末呢，天气雪后放晴了。数学老师 Bob 作为前海军飞行员，开飞机和一名摄影很厉害的英语老师去拍白雪覆盖的 Lakeside 校园，结果飞机发生故障，坠机了，2人都没了。太巧合了，它这是连着发生的。对，接着讲啊，飞机失事2天后，校长呢就找肯特和盖茨和一群老师一起开会，学校呢愿意给他们支付每小时2.75美元的工资，希望他们能在春季学期开学前把程序搞出来。他们俩和4个老师日夜不休，甚至翘课，家也不回了，每天工作20个小时，写了3个礼拜，终于在截止日期前一天搞出来了。但是由于时间原因，他们不是基于盖茨的思路写的新版本，而是在 Bob 的旧版本上勉强写出来的，肯定是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嘛。春天开学的时候呢，学生们选课都非常顺利，校长非常满意，跟他们说可以筹钱让他们写一个全新的，包括所有学校需要的功能的版本。他们俩呢花了几个礼拜和学校敲定合同细节，和 Lakeside 签了合同。学校呢同意给他们一笔钱，并且承担所有的计时费用。这个时候呢是盖茨11年级下学期。之后呢他俩就特别忙，盖茨呢在写这个新选课软件的同时，忙着补缺下课程还得继续教 Bob 的计算机课。除此之外呢，盖茨还开始上戏剧课，主要是为了创造一些和女生接触的机会。肯特呢更忙，除了课业和写软件，肯特还深度参与 Lakeside 教职工的事务。他写的报告给学校管理层，指出他认为学生纪律正在变差。他呢还帮忙起草了一套新的教师绩效评估方案，还在筹划开设一个给中学生教微积分的项目。感觉他这和老师一样。我在想这样上学是不是也
挺有意思的。那还用也？不是，就算是你不做的这么精彩，是不是他的上学也是不是那种一门课一门课的，而是整个都是 project base 的？不是啊，他有课啊，他也上课也上课啊。但是上课他花的时间可能就少一点，对吧？对，他可能没有这些东西，他可能不用卷体育。对，这也是我想说的。就算在学校不受欢迎，人家数学厉害还是很厉害呀。对呀，还是可以。就数学在几十年前和现在都还是有比较 pay off 的事情，就还挺好的呀。不知道 AI 出来以后会怎么样。Anyway， 我们继续哈。除此之外呢，肯特还疯狂爱上了登山。肯特的登山呢是那种非常硬核的，他在华盛顿大学上登山课，还在周末到各种山地和岩壁进行练习。每天晚上呢，他俩都会打电话。有一天晚上呢，肯特照常给盖茨打电话，说周末没时间写软件了，他要去爬一座海拔接近3000米、覆盖着冰川的山。他爸爸妈妈呢一直在犹豫该不该让他去，因为上一个周末呢，肯特的爬山队伍就有人从冰坡上跌下来，摔到了岩石上。肯特亲眼看着直升机把他们空运回西雅图。最后呢，他父母还是同意他去了。哦，要出事了。哦，你说嘛？结果肯特在那次登山时摔了下来，人没了，全队都摔下来了，就他摔下来。就他摔下来。对。哦，我没什么要说的。你没什么感受啊？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做这种极限运动的，他知道危险的情况下，但他还是想要去做呢。有的人的人生就是这样的意义嘛，他也挺有意义的。那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对吧？我不知道，我看书看到这一部分的时候，我感觉天哪，缓了很久。哦，接着讲哈，这对盖茨的打击当然非常大，他呢就开始用些选课软件来逃避痛苦。他打电话给保罗，邀请保罗跟他一起写。那时保罗呢刚好从大学回来过暑假 ，Lakeside 给了他们大楼的万能钥匙，他们整个夏天都能在校园里自由出入。于是他俩就开始一起泡在学校的电脑室里，日以继夜的写软件。在这段时间里呢，保罗带着盖茨体验了酒、大麻，保罗还给他 LSD， 就是一种毒品致幻剂，盖茨拒绝了。都是别人带坏他的是吧？对，他就是白莲花嘛。他们在截止日期前写完了选课软件，到了秋天开学的时候呢，它运行的非常好。那个代码之后被学校用了很多年。与此同时呢，英特尔出了一款最新的芯片8008，保罗提议呢，可以用这个芯片把 LPG 的那个枯燥的交通统计项目自动化。你还记得那个项目吗？他们想呢，说不定可以建造一台基于8008的计算机，能够快速的把纸袋上的小孔转化成可以用的交通数据，还可以推广到全国。他们马上就开始行动了。第一步呢，是找一个能负责硬件的人。他们当年呢，在 C 立方认识了一个人，也叫保罗。他现在在华盛顿大学读电子工程专业，还在物理实验室里兼职，所以呢，他能接触到电子设备。他们就说服了这个人负责硬件。第二步呢，就是买英特尔芯片。保罗呢，就给英特尔写信，问哪里能买到。英特尔就回信给他说，在西雅图有一个经销商。他们就花了$360买了一个8008芯片。接着讲哈，那个夏天呢，除了写软件搞芯片，盖茨还去华盛顿特区待了1个月，在国会做实习生。咱们上一期讲过哈，这个实习是非常难拿的，这是被当作未来领袖的摇篮。必须得获得国会议员的亲自提名。盖茨没写他怎么拿到这实习的。挺忙啊他。那可太忙了。好啦，12年级开始了，最后一个学年很快就要讲完了哈。盖茨呢很不爽，大家都把他当成技术宅。他在11年级上戏剧课也很意外的非常喜欢，于是呢他在12年级继续上戏剧课，表演戏剧，甚至呢成功争取到了男主角，和校园里最受欢迎的女孩搭戏。每周都有3天要排练，
他觉得啊，好幸福。这个时候呢，要申请大学了。他申请普林斯顿的时候呢，写自己想成为一名懂得如何写软件的工程师，展示了自己的代码样本，强调了他的数学成绩。他申请耶鲁的时候呢，写自己想从事政府或者法律的工作，强调了他在国会的实习经历，对童子军的热爱，还有对戏剧艺术的追求。他申请哈佛的时候呢，写自己对商业和法律感兴趣，写自己和 C 立方的合作，给 ISI 写薪资软件，给学校写选课软件，还强调做了计算机课老师的经历。他写呢，这些和计算机打交道的经历给他带来了很多乐趣，还赚到了一些钱。但他呢，并不打算继续专注于这个领域，他最感兴趣的是商业或者法律。他最后也确实是商业法律比较厉害，对吧？我相信接下来的这部分会让你很生气。为什么？他放了 MIT 面试官的鸽子，去玩什么打弹珠游戏了。他宁愿去玩游戏，也不去面试 MIT。我没有觉得生气，因为我觉得他想得很清楚，他就是不想做技术宅，那挺好的。对，他想得很清楚。对，他不喜欢别人把他当技术宅，他也不想以后一直做技术宅，所以他觉得去 MIT 的话，就太限制他了。对呀。最后呢，普林斯顿、耶鲁和哈佛都给他发了 offer。为啥不去别的两个呢？他也没说。没说，他就说他们全家都想他去哈佛。他自己也想去哈佛。对。接着讲哈。与此同时呢，还记得那个用英特尔8008芯片做电脑那个项目吗？盖茨和保罗和华盛顿大学的另一个保罗一起，依然在忙这个项目。就在这时呢，在圣诞节前的某一天，盖茨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当年 ISI 公司的一个高管打来的，就是那个他们写薪资软件的公司。那个高管说呢，他正在为一个叫邦纳维尔电力管理局，简称 BPA 做一个项目的顾问。BPA 呢是一家联邦机构，负责在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加州发电并分配电力。它最出名的呢是负责监管哥伦比亚河上的巨型大坝。BPA 呢想把它的发电系统计算机化，有一间大型国防与技术承包商 TRW 负责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用的电脑就是盖茨他们当年从 C 立方开始就在用的那款电脑。这个项目呢，做着做着预算超支，进度也延误了，所以呢 TRW 就全国范围内找会用这款电脑的专家。这个 ISI 的高管就想起来了盖茨他们。盖茨和保罗就毫不犹豫就加入了。圣诞节一过呢，他俩就去了几百英里以外的 BPA 办公室，成功面试到了这份工作，按小时计薪。回家以后呢，盖茨告诉爸妈这件事儿，他妈妈问他：“那你的学业怎么办呢？”盖茨说：“学校肯定会同意的。”他和他爸妈就一起去见了 Lakeside 的校长。盖茨对校长说：“他只会在第2个学期缺席2个月，还会回来完成学年和参加毕业典礼。”结果校长不但同意了，甚至还说可以把那段时间算作独立研究学分，计入毕业要求。多好啊，这学校挺好的。对啊。在 BPA 忙完几个月后呢，盖茨就回到了学校，又开始和戏剧团队一起排练。他们高中有一个毕业前旷课一天的传统，大家一起聚会告别一下。那一天聚会的时候呢，盖茨和大家一起抽了大麻，还有 LSD， 就那个致幻剂。为啥要往书里写呢？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天哪，这美国毒品防不胜防。太可怕了。盖茨毕业之后的暑假呢，又回到了 BPA 继续工作，但他的高中生活就此结束。因为我们这一章是只讲他私校的经历嘛，所以我们这一章就此结束。对，我觉得这里最厉害的东西就是他整个学习过程都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为出发的。我觉得当他需要去完成一个项目的时候，他需要解决非常多的问题，有些问题现在书里都写不到。比方说他要解决一个现实中的问题，他怎么规划，他需要哪些是问题是重要，哪些不是重要的，以及团队之间的一些
矛盾，然后他怎么和别人谈合同、谈判的技巧，以及他要面对各种新的知识，有计算机的，有些是技术的，有些是法律的，还有甚至物理的，对吧？嗯我觉得这些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不是靠我们学2门课什么就能学到的，而且是完全学不到的。嗯，而且这些技能多有用啊！就是这个，你有了这些经历，你创业失败才奇怪嘞。我甚至都不知道这个算不算一个技能，而是一种 mindset，就是一种思维模式，就没有什么东西能限制他，对他来说，对，他不会，他也能求助的。这个是他们这种教育模式最厉害的地方。只要你想去做这件事，还有人去推你一把。如果这些他写的没什么夸大成分，如果他高中是这么上的话，那他整成微软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对呀，所以我就说他有这些经历，他创业要是失败的话才奇怪呢嘛。而我就每天读书考试，读书考试，最后啥也没有尝试过就去职场了，那我肯定只能做牛马了。太酷了！天呐，我就想，我要是受这样的教育就好了。要是私校是这样的，我觉得太值得去读了。那你是说现在还没这个先进呢？会不会？我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我觉得这已经是太完美了，我很难相信还有比这更好的。好，终于讲完这本书了，希望会有观众觉得有趣。我们这一期就这样啦，咱们下一本书再再见了。见啦。